3磅，你现在看到。今天我们在干活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天津的大哥，想在我们这边租房子定居下来。那距离我们改造房子不远处，就有一栋闲置的木屋，就在我的背后，带大家走过去看一下。天津的大哥已经走到房子的边上了。这栋房子现在是住着2位差不多80岁的老人。上次我来的时候为大家拍过这个视频，大家是否还记得？当时候有位老奶奶坐在院子，我们还聊了会儿天。这栋房子是可以通公路的，那边只有一面墙，把那面墙拆掉了之后，车子就可以开到院子里面，所以这栋交通也是挺便利的。这边距离县城的话有10公里，距离附近乡镇集市的话有2公里。这边是土家族的集市，每5天是赶1集。这边村里面老百姓是非常勤快的，基本上自己种了很多蔬菜，养鸡养鸭还养猪，每到赶集的时候都拉到集市里面去卖。所以在这边住的话，起个早床去集市里面买，价格很公道，而且又新鲜。那镜头我们慢慢的来看，这个镜头拍仔细一点啊，别移动的太快。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是进入院子的一个，相当于一座门吧，大概宽3米左右。其实我在想，把这面墙拆掉了之后，车子可以直接开到院子里面，挺方便的。整个院子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有100多个平方左右，挺宽的。长时间没人居住，里面是长了很多杂草。这栋房子特点呢，地势高，视野好，独门独院，背靠大山，面朝大河。其实这边距离大河是很近的，直线距离的话也就100多米左右吧。这边走到河边有一条小路，走下去最多5分钟左右可以到河边。到夏天的时候，在这边钓鱼也是非常方便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一栋4开间的木房子。这边是以前他们家的厨房，中间是堂屋，2边是卧室，那边还有一小间的偏房。那间偏房上面的瓦片都已经掉落完了，所以说整体看起来这栋房子是有点像危房了，但是它整体的结构看起来还可以，和我们改造河边的那栋房子我觉得结构差不多，还是值得有改造的空间。之前我和房东打过电话，当时候想把这栋房子买下来，那个时候出的价格是3万左右，房东不愿意卖，所以一直就没谈下来。现在再次来呢，其实今天也是天津的大哥来到这边看房，顺带带他过来看一看，也是应了大家是否还记得白云山的一位北京大哥，他在那边租的房子20年，他在想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，所以说我再次来拍这个视频，也顺便的为他来看一看，再和房东谈一谈，看是否能在3到4万左右把这个价格谈下来。朋友们，你们也顺便给我们考虑一下，也给大家也给我们出意见，看这个怎么去谈。我觉得这栋房子是挺不错的，挺宽的。我们一起慢慢的镜头近一点来仔细看一下。这边是前屋檐的底水位，这边都是土家族的房子，它的挑手是比较长的，出来的话大概有1.4米到1.5米左右，所以它的出檐的话是很宽的。到下雨天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往这个屋檐滴水，不会往这边的墙壁上浸湿。这座房子呢，现在是大门都没有了的，因为这个大门可能是主人家拆走了，已经不见了。
这边土家族呢和我们苗族还是有区别，他们的火塘呢就在堂屋里面，我们苗族的火塘呢一般都是在这个房间里面。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单独留有一扇小门，从这边可以进入房间的。长时间没人打理，它屋顶上的瓦片是漏雨了，看这些楼板，好多地方它是腐烂掉了的，底下的木地板也都是腐烂掉了，所以非常的可惜。这栋房子如果买下来的话，基本上也就买一个结构吧，很多地方是需要换掉的。里面基本上什么东西也没有，有碗柜，还有几个木柜子。整个房间的话有30个平方左右，没有多宽，但是一家人生活的话，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间偏房，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多大值得改造的地方了，破破烂烂，墙板都没有，上面屋顶上的瓦已经全部掉下来了，看地下很多碎瓦片，还有一些墙板。这个地方后期把它拆除的话，在这边如果用砖重新再封一个房间的话，也挺不错。从这边过来的话，以前在过去是有一栋房子的，这栋房子没人住，现在已经是拆了。我们沿着这边往这个位置走一下看，和邻居聊了会儿，如果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边给租下来，打造一个比较宽的小院了。这个宅基地的话有400多个平方，挺宽的。现在剩下的就是一间偏房和一间非常陈旧的砖结构房子了。但是这边的视野就非常的好。为什么我刚刚进入这个院子的时候，我就说这栋房子很有特点，独门独院，背靠大山，面朝大河。那边是没有砍掉一些树木，所以看不到大河。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院子，就可以看到底下的大河了。朋友们看到吧，视野是非常开阔的，而且地势非常的高。到夏天的时候也是挺凉快的。这边的海拔差不多是400米左右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这边看一看。天津的大哥实际上是挺有兴趣的，对这套房子，所以他一直仔细的去房里面看了看。这家人的房子，它的背后还是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加宽了一个空间，大概有3米左右，对不对？这个院子挺宽的吧？我们从堂屋这边进入到他们家的后面这个加宽的位置去看一下，怎么样？这个房子修起来？立柱有一个微那块的那个这立柱的那块得换，跟你那个房子似的，得都截断了底下。把底下截断，重新假接一根就可以了。块都已经垂下去了。哦，已经往下沉了，对不对？下沉了，都裂开了。哦，那个立柱，这个都好解决。啊，这个好解决。这板都得换。这些木地板全部都需要换，而且上面的楼板都需要换。需要换。啊，不换的话不行。这个打造得多少钱？像这个？像这个房子的话，如果打造出来的话，我估计几万块钱估计要花。这个屋顶上的几万块钱吧？几万块钱肯定要的。啊。所以说这个成本也挺大，但是如果租金便宜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考虑。之前和他说过，可能就是1年，再没人出门打理就完了，基本上就完了，就垮了。1年大概就几百块钱哦，这个租金很便宜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后加宽的位置。其实这个房子的进深都没有多宽，大概也就5、6米左右吧。它这个门得装门，装这个几扇门也得点钱，这个。这个一扇门的话，木门的话就几百块钱一扇，啊，2、3千块钱。哎，这后面加宽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的，就像我们现在在河边改造的房子，后面有砖封嘛，把这个屋檐滴水的话加出去，整个这后面这一块就挺宽的。你做几个那个卫生间啊，
做几个那个什么厨房都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不好好打，在那上住啊。第三棒，你现在看到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整体的话，这栋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如果买下来的话，我们是打算看能在4万以内谈不谈得下来。如果租的话，已经和房东聊过了，大概就500到800左右吧，基本上意思一下，1年的租金就这样子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北苑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